1991年4月20日，石梨村8座3楼222室传来一阵阵恶臭，邻居们不堪其扰，只能报警。接到投诉后，警方非常奇怪，3天前不是刚派人处理过？原来222室住着祖孙3人，66岁爷爷叫江延军，61岁奶奶叫彭玉兰，还有一个24岁的孙子叫江林成。4月17日，警方就曾接到过报警投诉，当时派了警员到达现场后，敲门许久都没人开门，但是臭味实在是太浓郁，警员们也担心有人发生意外，警员们只能破门而入，在屋内巡视一番后，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只在厨房里一个痰盂内发现一坨大便，也许臭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警员们清理完毕后，又检查一圈未发现任何异常，就撤出房间离开了。没想到3天后，居然又接到报警电话了。于是警方再次派警员上门检查，这次家中依旧没有人，但臭味比上次更加浓烈了。警员四处寻找臭源，最后发现来源于已经断了电的冰箱。难道是里面的菜坏了？警员带着疑问打开了柜门，只见里面放着一个用超市塑料袋包裹着的球状物，像是一颗包菜或者花椰菜，恶臭就是从他身上传来的。取出球状物，解开塑料袋一看，警员当场吓了一大跳，里面竟然是一颗被削去了脸皮和头发的人头。警员立刻封锁了现场，通知了上峰。很快，大批鉴证科人员和法医赶到现场，除了发现这颗人头之外，没有发现其他残肢。经现场勘查显示，死者是在屋里被杀，随后遭人肢解分尸。由于人头的脸皮和头发均被削去，警方一时之间无法确认死者的性别，也不能确定死者究竟是江家祖孙3人之一，还是另有他人。警方本来打算请江家附近的邻居前来认尸，当众人听了警方形容的人头样子后，均吓得无人前来。无奈之下，法医只好将人头带回去好生研究。在接下来调查中，警方掌握了更多江家祖孙3代的资料。江延军本是广东潮州普宁人，20世纪60年代来到香港。他在内地有妻儿2，但后来离婚，又在香港与太极华人彭玉兰结了婚。婚后2人共同经营着一家药材铺，每个月收入高达上万港币。谁知4年前江延军突发中风，之后夫妇2人便将药材铺租借给别人经营，自己每个月收取4000的租借费。2人膝下无子。江林成是江延军内地的孙子，8年前从潮州偷渡来到香港。江延军看在亲孙子的份上不好赶走，虽让江林成住了下来，但他担心孙子偷渡之事被警方发现连累了他，因此时常给老家潮州的儿子写信要对方来接江林成回去，可儿子始终没有来港。刚开始祖孙3人还算相安无事，但随着江林成慢慢长大，他和彭玉兰开始有了嫌隙，2人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闹，彭玉兰也多次威胁要将孙子送回老家。1990年11月6日，江林成偷了彭玉兰的钱，忍无可忍的彭玉兰向警方揭发了他偷渡的事情。第2天他就被送到深圳。然而3个月后的1991年2月11日，江林成又偷偷跑了过来。江家祖孙3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4月15日，当天彭玉兰还曾与江林成吵了一架。随后有人看到江林成在家里大扫除，处理了好多垃圾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3人。警方在出入境管理处查到江延军于4月15日离开香港回到了老家潮州，但彭玉兰与江林成并未同行，他们2人行踪不明。不过随后的人头检测结果揭开了彭玉兰的下落，那个人头正是他。尸检显示，他是头部遭受钝器猛烈袭击而死。警方综合以上情况分析，江延军在案发后离港回老家确实值得怀疑，不过考虑到他中风行动不便，应该没有能力肢解死者。而江林成一直与死者不和，有杀人动机，且案发后曾大扫除过整个屋子，明显是要消除证据，因此警方认为江林成很可能是杀害彭玉兰的凶手。那么江林成如今会在哪儿呢？他是个非法入境者，会不会又偷偷潜入内地回了老家呢？于是警方一方面在香港本地搜寻，另一方面派出便衣前往潮州普宁寻找江延军和江林成。4月21日，香港便衣来到了潮州普宁，果然如之前所料，江延军对彭玉兰之死一无所知。当便衣跟他说彭玉兰在港患了重病，要他立刻回港签字做手术时，他表现得非常着急和急切，恨不得马上回到香港，并告知便衣，他这一趟回来老家是为儿子申请双程证到香港，逼江林成回乡。而从江林成父亲那里，便衣获知他并没有回普宁，便衣将掌握的信息第一时间汇报了香港这边。既然江林成并未回老家，会不会潜伏在内地其他地方呢？香港警方正在想要不要请内地公安帮忙寻找时，一个报警电话让案情有了新的进展。
长沙湾马家烈医院的一名护士报警称，警方正在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江林成就在他们医院。警方立刻出动逮捕了江林成。经审问，江林成很快承认是他杀害了彭玉兰，并如实交代了案发经过。江林成与彭玉兰意志不合，上次被彭玉兰举报遣返内地之后，令他对彭玉兰更是恨之入骨。4月15日，江延军回老家潮州普宁了，家里只有他与彭玉兰2人。当时他们俩因为琐事发生了争执，吵了起来。期间，彭玉兰抽出一把菜刀想要砍江林成，见状，江林成抄起一把折叠椅想要抵挡，却不小心挥出一击砸中彭玉兰后脑，随后倒地死亡。为了掩盖罪行，于是江林成将彭玉兰肢解了，碎尸陆续拿出去丢弃了。头颅因为目标大，他藏在了冰箱里，打算之后再丢弃。当天他清理现场后，去到了旺角一间夜总会开心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4月16日凌晨返回十里村时，江林成在路上遭人打劫，被人勒昏并抢去身上财物，之后被人发现报了警，警方将他送到了马家烈医院。送院后，他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，警方在他身上没有发现身份证和财物，以为他的身份证和财物被劫走。4月20日，江林成清醒过来，医护人员为他登记时，他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。4月21日，报纸大篇幅报道十里村冰箱藏人头案，引起负责照料江林成的护士注意，再三对比照片后，发现他正是上面的通缉犯，遂报了警。1993年7月7日，江林成杀人案审结完毕，3男4女陪审团退庭商议5小时后，一致定被告江林成谋杀罪名不成立，但误杀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